我想起来了，爸爸妈妈的公司是在16年前关的，爸爸是那个时候出国的，妈妈也是那个时候到苏氏集团帮爷爷管理公司的，吴总管也是那个时候到我们家的，都是16年前。算了，你是饿了吧？先吃饭吧。行。我先去洗澡，你老实等我哦。好啊。珍珍，你说你怎么老带我来这家快捷酒店呀？你带我去你家看看呀？哎呀，我家又旧又丑的，我怕你看了会笑话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来，过来，到这儿来。快听话，快点过来。哎呀，洗的真香。哎呀，也就能落得这2天的清闲了。怎么了？云总为了那个斯特林集团要和苏氏开战了，今天去天浪集团找魏忠生谈合作的事情。云总今天就去了？要是真打起来可就麻烦了，天天都得加班到11点。哎，到那时候还有什么搞头啊？你是想在集团里面？啊，我可没说啊，是你说的。死鬼！
喂，王萌，老大，我被你查到了。查到什么了？事情是在16年前发生的，对吗？是。吴学兴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。吴学兴？当时的天浪帮是一下子繁荣起来的。很快的时间内，洗白成了天浪集团。当然，红顶和苏氏也是在那个时间段走上正轨。整个过程当中，都有一家叫明飞的民间投资公司参与其中。这公司你们查到多少啊？这间公司是苏小雅父母开的，就是苏明。他和当时的变故有什么关系啊？当时的天浪、红顶都是从这家公司得到了不小的融资，当然都是在引发被害之前。当段红书被害之后，这家公司很快就消失了，书名也消失了。苏小雅说嘛，去了哪里，会不会回来都不是很清楚，所以我们觉得，你是说苏明有可能死了？正好在这个时间点出现。当时投资公司的资金最后走向，还有地下组织的去向，都有这个人影。老大，你还记得苏老旁边的那个管家吗？哪个啊？那个人，他就是吴学兴。雇佣魏天浪解散投资公司，抹去证据，到他现在作为苏氏集团总裁。老大，你觉不觉得这是吴学兴下的一盘棋？你们找到决定性的证据需要多久啊？如果苏小雅和苏菲不开口的话，应该很难，但是他们有可能不知道，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了。战争一旦打响的话，很多问题就会浮出水面。这件事不让石头知道，在找到证据之前，我们先应付这场大战。好，老大，你一定要小心吴学兴这个人。明白了，你们的动作也要隐蔽一点。如果找不到任何线索，就先解散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再睡一会儿吧，待会儿不是要开会吗？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我最新制定的红顶应对策略。下一步，红顶集团即将收购天浪集团。云总，天浪集团的经营范围跟我们完全不同。电子商务的生态圈就是要100%覆盖生活的全范围。娱乐行业早晚有一天会挡在红顶面前，为什么不趁现在就跨过去？照您的说法，
天浪集团已经得到了融资，另外呢，它的背后是斯特林在支持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即便是全力以赴，也未必能够收购天浪。陈总，请您好好想一想，电子商务和服务行业的资本量之间存在极差，能源动力和电子商务之间又存在极差。即便是天浪集团得到了支援，我们尚可靠几个月前积攒的强势吃掉他们。如果一旦放弃这个机会，等待苏氏集团调集资金攻击我们，我们还有什么资本可依靠？云总，即便您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这种大事也应该召开股东大会商讨。股东大会会召开，但是这项决议不能拖延。您说什么？收购天浪集团的决议已经由我、段飞、徐若海和叶芷晴等11位股东商议决定。11位股东的股权之和已经占总比例的53%。按照公司的规定，收购天浪的决议可以在股东大会之前执行。林总，再次恕我直言，您这是在推行多数人的暴政。这是商战，在战场上，你期望统一所有人的意见吗？这项决议从今天开始执行，相关部门到我公司召开紧急会议，董事会的时间另行通知。在座的各位，如果没有什么异议，可以散会了。请进。魏总，红鼎在接触我们的投资人，接触到什么地步了？初步接触的都是一些小股东，总持股比例大概有3%，但是这个进度正在加快。好，我们反击，和所有他们接触的股东联系，抬价回购股份，每一个百分点都要消耗红鼎2到3倍的资金。明白，但是风投公司那边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改变态度吗？那几个风投公司自从拿到股份之后还没有过动作，我们不用管他们，我们先弄。知道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那个好像有。对不起，请稍后。哎，你好，陈先生，我们刚刚得知您有意出售手上天浪集团的股份，现在天浪集团希望以市场基价的2倍回购这些股份，您的意思呢？你是说市场基价的2倍？没错。啊，好的，先这样。怎么了？爸，你不待在集团坐镇，跑到这儿来做什么？爸，我已经拿到了红鼎的市值统计报告了。是吗？那你还等着干什么？爸，让苏氏发起进攻，这是您的意思吗？挑起和红鼎的商战，这可是大哥当年选择的路。路没有错，错的是人。斯特林集团来了，我也好，云鼎也好，段宏也好，都是过去式，你也不用老考虑我这个快进棺材的人。爸，既然是这样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苏氏已经交给了你，我没打算再收回来。
您是认真的？我说过，现在你是主帅，这段时间凡事不用再到这里汇报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布雷，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命令。我担心他迟早会在天海闹出大事来。我早就说过，这个人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天海。既然他来了，我也只能限制他到这一步了，其他的就靠你自己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先去吧。请进。云梦，赶快把电脑借我用。怎么了？你看，这谁干的？我正在查，制作这份报告的人非常多，现在人事部是人人自危啊。市场部的电话已经被人打爆了。那投资人那边呢？市场部在打电话沟通，现在还稳得住，但是他们电话都接不过来了。我们被人摆了一道。是魏中生吗？我不确定，但不管是谁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徐总监，把你那边空余人手赶快调到市场部接电话。好。段飞，你去召集几位总监，我要马上召开紧急会议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件事先不要让宋总监知道。这份文件和宋兰珍有关系吗？不能这么说，但是在没有任何证据之前，我不能随便平白无故的处决一个高层。你其实怀疑宋兰珍对吧？毕竟他以前给柳峰工作过，我觉得。明白了。从现在开始，集团里的重要事务都不通过法律部总监。如果牵扯到法律部门，让他们直接来我办公室跟我开会，只能这样了。好的。这份报告现在出了很严重的问题，所以像我刚才所说的，我这边会处理一下这件事情。OK？ 你们的外卖。现在我不是要追责，当务之急是要控制这份数据的报告。在线付过了吧？付过了。这个支付软件是你们公司开发的？是啊。谢谢了。这份报告里90%的数据都是真的，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真的。这种造谣很难证明。如果我们现在要自证的话，即使拿出证据，估计也不会有人相信。那这10%的假数据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？主要是当月结余和业务增长量。按照报告里的说法，我们这个季度是破3。云总，盒饭到了。如果暂时想不到对策，咱们先吃饭吧。大家先吃饭吧。谢谢。来，大家跟我到这边领饭啊！他们今天送汤来了吗？没有啊，还是盒饭啊。我已经跟他们说了很多次了。如果送来的东西再跟图片不相符的话，他们的店就可以在网络上下线了。哎，你别激动，咱们先吃饭，然后再想别的办法。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啊？光是我自己看了这份报告，我都会觉得红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挪用公款。
那对付不了这份报告，还能怎么做？回购股份，这是最坏的打算了。一旦回购了股份，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红鼎不能有任何动作，更别说这公司苏氏和天亮了。林总，林总，你别急，慢慢说，有什么事儿？没事。怎么了？